各位路人甲乙丙丁，大家好。这一集我们来谈使用广义三角函数描述空间中的位置点坐标值。首先，左上角是补充两个公式，第一个是 sin 与 cos 的余角公式。当 sin 西塔正负拍了以后，会前面加一个负号，还原成 sin 西塔。那这个推导的方式就请各位自己参照上一集的方式去图解。那另外就是二派的部分会变成还原，也就是 sin 西塔正负二派等于 sin 西塔。那我们现在来看蓝色字体的部分，假设有 A、B、C、D 四个点，那我们随意的指定出了一个 x、y 的卡式坐标系，于是我们就找到了空间的原点。那我们要如何使用这样一个坐标系表示 A、B、C、D 四个位置的坐标值呢？首先，我们可以由原点出发，去另四个点连成一线，所以得到四个不同的长度值。那接下来，我们再把每一条线与它 x 轴的锐角去做一个夹角，得到西塔1、2、3、4四个值。而每一个西塔角都对应出一个锐角的直角三角形，然后我们再利用这样一个直角三角形去得到它 x 与 y 的距离，那这个就是它的坐标值。以 A 点来说 ，A 点的 x 轴，它的 x 值是 L1 乘上 cos 西塔1，就得到这一段长度。那它的 y 坐标值则是 L1 乘上 sin 西塔1，就得到这一段长度，也就是它的 y 值。同样的道理 ，B 点的话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得到这两个，但是要注意的是，我们刚刚都是一个绝对值的概念，但是它的 B 点的 x 轴是落于 x 的负值范围，所以必须人工加上一个负号。而 C 点的话，则是 x、y 都要人工加上负号，而 D 点是 y 轴只要加上一个负号，那这是一个比较讨厌的地方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想一个问题是，是否有一个方式可以不用管1、2、3、4象限，也就是我的卡式坐标系随意怎么设定原点和它的 x、y 轴方向，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去表示这四个点的坐标值，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。所以我们就引入了红色的部分，也就是使用广义坐标系的概念。首先右上角是对应 A、B、C、D 四个点的广义坐标的角度值，也就是说我们是以 x 轴作为0度，顺时针旋转到想要到的点，那它旋转的角度则是它的角度值。譬如 A 点则是 alpha 1， 现在 B 点则是 alpha 2， 而 C 点是 alpha 3， D 点是 alpha 4。那我们来看西塔和阿法之间的关系如何。首先，西塔1第一象限与阿法1是一样的，所以西塔1等于阿法1。那西塔2则是180度减掉西塔2，就等于阿法2，也就是西塔2等于派减阿法2。那西塔3则是阿法3减掉派，而西塔4则是2派减掉阿法4。那我们现在的想法是，希望能够不管3、7、21，直接就写 L 乘 cos alpha 1，那 y 轴则是 L1 乘 sin alpha 1，让前面的正负号由这个广义三角函数自动去做调和，这样子行得通吗？那我们就开始一个象限一个象限检查。首先，第一象限的 A 点 L1 乘上 cos alpha 1，这个 alpha 1我们可以写成 theta 1，所以这两个是相等的。那同样道理，这两个是相等的，所以这样的一个写法在第一象限并没有问题。那在第二象限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把 L2
拿掉，变成负 cosine 西塔 2， 因为这两边都 L， 所以可以互相先取消不看。那负的 cosine 西塔 2 呢？这个西塔我们改作派减 alpha 2， 所以就变负的 cosine 派减 alpha 2。那这个引入负角公式，也就是把里面乘上一个负号以后互相交换。它的正负号前面是不变的，所以变成负 cosine alpha 2减派，这是 cosine 的负角公式。那接下来余角公式把派取消，前面正负号会改变，所以就变成 cosine alpha 2， 也就是负 cosine 西塔 2等于 cosine alpha 2， 于是这两个值是相等的。那 y 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 sin 西塔 2 等于 sin 派减 alpha 2， 是在这里。那这个负角公式里面颠倒，前面要多加负号，于是就变负 sin alpha 2减派，然后再用余角公式把派取消，前面正负号又要再颠倒，所以又变回了 sin alpha 2。也就是 L2 sin 西塔 2 要等于 L2 sin alpha 2。好，同理可证，第三象限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证明出这两个值是相等的，而这两个值是相等的。那第四象限也是一样，各位可以自行参考。那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的结论，在卡氏坐标系中任何一点它的坐标值呢，我们一定可以写成原点和 A 的距离，原点和 A 的距离乘上 cosine 西塔。那这个西塔它可以任意取，那基本上就是0到2派之间。那这个西塔是以顺时针为正值，而西塔0则是在 x 轴，就有如这样一个定义。那这样的好处是，它的西塔透过广义三角函数可以自动校正它位于的象限，所以未来我们只要使用红色这样一个写法，就可以不用再去思考它到底落于哪一个象限，需要人工加正负号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，拜拜。